來看到荷姆茲海峽這一條直寬只有39公里寬的海峽，卻卡住了全球1/5的原油航運。我們來看到這裡是荷姆茲海峽，但是呢，這一條攸關於全球經濟命脈的咽喉要道，正面臨了歷史的轉捩點。好，那麼未來全球的能源格局是什麼呢？今天我們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來帶大家預測一下，未來有沒有可能會發生3種的情況？那麼接下来我們會請今天的專家們也來幫我們預測哦，這3種哪一種比較有可能會發生呢？我們先來看到 A， 伊朗最後會掌控了荷姆茲海峽，結果淪為海上的收費站，也就是說的，伊朗將會以航道的安全維護、海上搜救或者是掃雷服務的名義合法而且是強制性的，向各國的商船還有郵輪來收取高昂通行的服務費。另外呢 ，B 就是美軍重拳突擊，結果戰後荷姆茲海峽還是回歸了這個自由航行，也就是回到戰前不用收費了。好，美軍實施了精準的軍事選項，包括了出兵或封鎖哈格島、奪取阿布穆沙島等等的關鍵島嶼。那麼在美軍強大的武力震懾還有實時的控制之下呢，伊朗封鎖能力是完全被瓦解了，最後導致了全球油價在戰後是迅速回穩。貿易航線也恢復了暢通。另外一個可能性呢是 C， 各國尋找了替代航道，全面的弱化荷姆茲海峽。好，來看到現在有陸路還有繞道管線是大擴建，包括現在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聯等國正在擴建了這個跨阿拉伯半島陸行的這個運輸的油管的管線，將石油直接就運到紅海或者是阿拉伯海的港口。另外呢是多軌的戰略進行通道，來加快中亞陸路能源的通道，包括了北极航道以及新型的替代能源轉型的速度。當然就是會全面的把荷姆茲海峽脫鈎還有弱化。那麼伊朗即便掌握了海峽，最後呢也會因為這個地緣的威脅會大幅的遞減。好，我們現在要請這個專家來幫我們預測，要寫在白板上面，待會我們同步亮牌。那麼等待專家在預測的同時呢，我們也請這個觀眾朋友們幫我們預測一下，這3種呢哪項是你心目當中最有可能會發生的呢？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底下留言，和我們一起來討論。好，我們的專家們都已經預測好了，我們同步來亮牌。好，我們先來看到介大使，C 加 A 是最有可能，所以 C 寫在前面的意思是 C 比較有可能。好，再來看到孝瑋哥是 B 和 C 的意思，但 C 沒有那麼重要，因為其實它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了解，好。那麼戴副主任也是 B 加 C， 好 ，OK， 那我們先請這個介大使來幫我們解析一下為什麼選 C 加 A。因為事實上的話，伊朗他今天很可能他的這個所求會有所收穫啊，因為要不然就不會有美國的停火，也不會有他跟阿曼中間的這個幾乎達成協議的這些傳說。那還有呢，就是說。他如果沒有這些海灣國家在幕後的一些施壓，就是說幕後的配合的話，那麼伊朗現在也不可能把美國的力量從談判桌上踢下去，因為現在在談這個荷姆茲海峽如何開放的問題，沒有美國，是伊朗跟阿曼。當然，阿曼基本上他過去就是一直扮演一個中立的角色，那他在傳達美方的意見，可是呢，伊朗顯然把美方意見當作參考，所以我認為他現在已經擺平了很多國家，伊朗擺平了這些海灣國家，擺平了這個阿曼，那區域外的國家，我想還沒有這個問題還沒有去碰觸哈。不過這個伊朗，我想他應該自己也很清楚啊，他現在如果說他成功的得到某種程度的通行費，那通行費你可以用不同的這种名稱。就是海上搜救或者航道維護，要不然就服務費，這些你去收，是收3%收3%還是2%？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它可能最後還是會得到一個解決。可是問題它在執行的時候會面臨很多例外，很多例外，就是說這個中國大陸絕對不會給錢，要不然就是說你要把這個費用攤在你的油費裡面，隱藏得很好。沒有一個國家會公開接受伊朗公然違反數百年的國際海洋法原則，就是海洋自由原則，而且這個做法完全違反現行的這個海洋法。
那是已經是一個成文法了啊。所以中國大陸不會這個不會低頭，美國也更不可能，歐洲的商船也不會付錢。所以伊朗把這個東西現在跟阿曼達成協議以後，他還要去跟世界各國，只要在使用這個荷姆茲海峽的國家，他要個別去怎麼講，去一個一個協商。這裡面我認為就有很多的彈性會在裡面。那這個彈性，我覺得基本上會讓伊朗這個明白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在這個在表面上把它怎麼樣掩飾過。因為事實上的話，你一艘船，你說徵收1%好了，其實你要油價，說實話，你油價漲個每一桶漲個10%，你這個價錢就變動得很厲害了。其實說起來並不是很大的錢，要不然這種錢你就可以把它轉嫁給這些海灣國家，你在利用這條航道的國家，你去交這個錢，其他國家夠有的國家，他不付這個錢，這都是很可能的安排。因為我認為這種違反現行國際法的這種做法大國都不會接受的。那到時候徒增伊朗自己的麻煩，那所以這是一個原因。那就是說，我認為就是說，伊朗事實上的話，他會名義上把這個收費權他會表面上他會獲得，可是呢，實質上的話，那麼在實行的時候會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特殊例外的安排，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說，其實這麼一鬧以後，事實上的話，沙烏地阿拉伯它將來一定會比較借重紅海的這些港口。紅海它有好幾個港口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比如說鹽步港，就是它主要的這個它的所謂的東油東氣西運的那個港口，就不要經過荷姆斯海峽，然後從這個荷姆斯海從這個紅海作為出海口。那這個阿聯酋也是一樣，阿聯酋也已經在修在阿拉伯海上的這個港了。那可能会比較麻煩的就是科威特、巴林，還有誰？還有就是這個伊拉克，這3個國家，還有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這幾個國家，可能他們要私底下要跟伊朗去把這些問題自己再去釐清，也不是那麼簡單的。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大家會找一個替代性的方案。那我覺得伊朗會在名義上拿到一個所謂的收取服務費，或者說這種安全保險費的這種名義的。可是呢，我覺得在實行起來會有很大的問題。到最後，真正在利用這個航道的國家，可能付出的這個代價還是相對是很少的要不然伊朗自己要不要付錢呢？伊朗也是利用這個海峽運油的大國那其他國家會運用到荷姆茲海峽，都是想跟你買油買氣。那最後就是伊朗，你自己的地方你是免費。第二個，這個阿聯酋、阿曼都不會收不到這個荷姆茲海峽費用。然後呢，沙特也不會，沙特以後就走紅海。所以我覺得將來就是說，跟科威特、巴林跟伊拉克買油氣的國家，可能會比較有一點麻煩。好，我們謝謝大使。那麼再問一下少偉哥，少偉哥選的是 B， 然後變成 C 嗎？對，先轟炸他。对，然後再轉。應該這樣說哈，就是說，剛剛我也跟大家說了，其實對於美國來說，如果他今天同意哈那個伊朗這樣做，或是他在這個地方好撤出，雖然說其實美國的整體的軍事實力撤出中東已經有大概15-16年了，也就是說，我還記得很清楚，我2006年去了一趟波斯灣，那時候美國的航空母艦還會開到波斯灣裡面，為什麼？他要做一個就是波斯灣海上安保，他要讓這個在中東的油氣能夠以石油跟這個天然氣能夠順利的運出去，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美國自己本身還是原油的進口國，但是現在美國自己本身的地位变，其實美國已經變成石油出口國了。嚴格來說，美國並沒有那麼依賴中東的這個石油。那美國這次去修理伊朗，完全就是因為以色列嘛，对，以色列拉着美国哈。那如果說你今天要看什麼叫做這個以巴咬狗的這個最佳典範，我覺得這次真的可以說是這個以巴咬狗的這個大概不出其二的這樣一個例證了。那但是就是說美國既然沒有那麼需要去依靠中東的油氣了，然後，但他為什麼還是必須要去維持好他的公海自由航行？我就講今天，因為美國是一個海權國家，
海權國家在這個地球上要揚名立萬，就是要讓它的規則能夠在這個地球上依照它的規則來做。所以這個時候，他就必須要求這種公海都要能夠自由航行，也就是說那個 free navigation， 也就是说自由航行權对美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荷姆茲海峽被伊朗可以控制而且收錢的話，那对不起，你美國的國家威望就往下掉。雖然說你今天會覺得美國在處理很多國際事務上來講，它的國家威望好像跟過去來說的確好像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對美國來講，如果今天一旦荷姆茲海峽被伊朗控制而且收費的話，那就產生破窗效應，以後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海峽都有可能在地的強權，然後宣布說我要如何如何，而如果美國沒有辦法重新開啟的話，那這個時候你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破窗效應就會越來越嚴重。那這個時候你海權國家所接觸的這個公海自由航行權就會開始打折扣。所以對美國來講，雖然說的確伊朗是一個很難啃的骨頭就是說。因為他自己本身的本身的國土非常大，他可以把他自己所有的軍事設施甚至於抵抗力量大幅的分散，讓美國的這個所謂的精準攻擊變得比較困難，而且沒有辦法能夠這個在短時間之內把伊朗的這個反制能力完全削弱或是完全這個消除。但是美國可以把時間放遠，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要玩，我剛剛前面講，我可以在這個北阿拉伯灣就是那個北阿拉伯灣，你以後伊朗出來船，你通通不要玩了。那當然後面那個替代航道的部分，我覺得也是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但不是那麼容易。為什麼？因為今天沒錯，剛剛介大使有說沙烏地阿拉伯在紅海上有非常多的這個港口，也可以開始輸出石油。但是其實這些當初波斯灣重要的部分，就是說波斯灣它其實有很多的這個石油輸出設施是直接架設在波斯灣上面，也就是說這些油輪進到波斯灣，它根本不用靠港，它就在波斯灣上接到這個油點之後，就可以把船灌滿然後出去。但是紅海上這些設施並沒有那麼完善，而且紅海還有一個大問題，它的南端在也門手裡，也就是說，也門要在這個地方鬧你兩下的話，其實這些所有要經過也門亞丁灣的這些船又很麻煩。所以我覺得 C 是大家會未來去努力的方向，但是短期之內要能夠立竿見影的效果非常困難。那 B 的部分來說，我覺得美國還是會維持它的這個國家的力量在這個地方，因為它不容許有破窗效應的發生。一旦這個地方發生了，那對不起，以後任何一個海峽、任何一個有爭議性的地方、有任何一個區域強權說我要控制這裡，我要如何，那這個時候後面怎麼辦？好，我們謝謝孝瑋哥。那再來問一下戴副主任，您也是選 B+C， 也是覺得美國會攻擊？我覺得其實從另外觀點來看就是1970年代開始，石油美元那個制度其實就成型了。那這個制度上面，其實美國跟中東的產油國的協議是，我保護你的這些石油的交易，包含運輸的安全嘛，好，那你就用我的美元當做一個就是交易的這個基準嘛。但是今天如果說它荷姆茲海峽一旦被伊朗控制了，它沒有辦法繼續維持這樣的一個保護的機制的時候，那中東的這些國家其實可以開始考慮一件事情是，我的結算可以不要再去依賴美元，我是不是開始轉成人民幣、轉成歐元、轉成其他的幣種？那這個東西是美國一直極力在避免的哈，因為這個會削弱掉美元貨幣在國際上的一個影響力。然後這個其實也會讓美國現在的經濟運作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開始有崩潰，所以我也覺得現在的狀況上來講，它會讓伊朗可以這樣的去做一個所謂的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好，所以短期內其實它的軍事戰還是會想要去恢復到這個制度，那背後其實還是經濟制度在運作了哈，只是說在 B 這個選項下之後。他即使奪回來，他必須考慮一個問題是如何治理、如何做實質控制權的問題。因為你奪回來之後，你還是要交給伊朗做嗎？還是你要去比照像巴拿馬運河這種方式，旁邊有美國駐軍去做運河的控制，然後你就直接控制了海峽？所以後面的問題其實安排上會更麻煩。那這個也是他必須去考慮的。但是在石油美元這個機制上面來看的話，他有一定要做的這個理由。那第二個就是說，在演化上來看的話，你會發現中長期其實所有的國家都有避險的這個需求，因為這裡不單單只是輸出原油，它也會有天然氣。那現在就看起來石油可以用其他的紅海的港口去做運輸嘛，可是天然氣的這些管線的建制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做，所以當我們現在發現就是現在還是大部分都集中在荷姆茲要進出口的時候，從避險的角度上來看，其他有需求的國家當然也會希望那些產油國盡量的能夠把這些替代航道找出來，能夠把替代的港口找出來，那把這種運輸上的遭受攻擊這個風險可以分散掉。那這兩件事情其實應該會同步的去進行。
好，就是說一方面你可能會看到美國開始逐漸恢復荷姆茲的通行，另外一方面可能會有其他的國家開始。有點像俄羅斯跟那個德國他們的北溪計劃一樣哈，就把俄羅斯的這些原油天然氣從俄羅斯直接拉個油管過來哈。那以後會不會在中東形成另外一個這樣的一個系統？其實也可以值得去觀察。好，我們謝謝戴副主任呢。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下半場要帶大家來看到美國出手救日元到底會不會成功呢？